論理解中國人之難。鍾祖康觀察研究了中國20年，深深體會到理解占中國人口90%以上的漢人之難。要描述漢人的行為已經很難，要解釋其成因就更難。的確，接觸過來自歐美非等許多地方外國人的人都會同意，要了解他們的心底的想法並不困難，但要確定一個漢人對某事的看法就大不容易。我發現漢人向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也就是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的言不由衷或見風轉舵情況相當普遍。這個行為習慣令人覺得漢人的看法和行為飄忽不定，難以觸摸。而由於他們普遍見人講人話，不同背景的人接觸他們，或在不同的時候接觸他們，可會得到相當不同的反應和印象。這些反應和印象往往互相矛盾，若放在一起，漢人給人的印象就会顯得很費解、支離，可以很兩極化。漢人崇拜白人，物盡蒼生。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在過去10多年，我問過超過100個到中國大陸旅遊的外國人對中國大陸的印象，答案中都幾乎必定包括這樣一句：他們很友善，很樂意幫助我們，所以都說很喜歡中国。由於這跟我對中國大陸的認識有太大差別，最初我感到他們的答覆很費解，也以為他們只是因為我是中國人，所以刻意奉承一下。但後來越來越多被訪者也能說出他們獲中國人民幫忙的細節來，我就肯定他們在大陸確是普遍得到禮待的。但為什麼我自己或者我說認識的漢人在中國卻幾乎可以看盡人間的惡行惡相呢？以致為什麼最近2個民意調查均顯示，僅有約20%到過大陸的香港人曾經在大陸遭遇打劫呢？後來我明白了，因為我問的那些外國人99%都是白人，為此我去問了一些到過大陸的黑人或肤色深於黃色的人种，他們得到的待遇跟那些白人是完全不同的。就单单汉人崇拜白人这一點，就足以嚴重誤導了許多白人對漢人以至中國的理解。這情況在香港也嚴重，比如前陣子英國著名傳媒人馬丁·雅克在黑人愛妻因小病在香港的醫院施救不治後，就因為指醫院因膚色歧視救治不力而告上法庭，十分轟動。其後馬丁·雅克在一篇很感人的痛斥香港社會種族歧視的文章中稱，他懂廣東話的黑人妻子生前常常向他訴說怎樣受到香港華人的歧視，但說他自己身為白人，只感到香港人待他很好。這個悲劇是漢人見人講人話習性的一個極佳注腳。因此很弔詭的情況是，若是白人的話，在未到過中國之前，可能還可以通過具深度的著作了解中國，但一親身踏足過熱衷於言不由衷、弄虛作假、奉迎白人的中國後，反而會大亂陣腳，完全失去原來已經不多的認識，嚴重的可能會一輩子就這樣被漢人的變臉牽着走。到過中國、受過漢人奉迎而仍然清醒的白人是不簡單的。羅素如果沒有到過中國，恐怕他對中國的了解會準確得多。如果孟德斯鳩到過中國，恐怕就不會有中國人是世界上最不擇手段的民族這樣精彩的判語。說到底，白人由於其膚色根本就很難了解中國，這一點紐約時報美籍華裔記者伍潔芳在其名著《中國覺醒了》中就很清楚。他說，我一副中國人的面孔，讓我得以目睹中國的真相。他說，他若不是黄種人臉孔，而是白人面孔，這些官員就不會膽敢非禮他，他也不可以到尋常中國漢人民眾家庭登堂入室，親歷中國漢人最不想讓外人，特別是白人披露的一面。漢人的行為反應不但為來者的膚色度身訂造，也會細心考量他們的權力大小、財富多寡、職業貴賤等諸多因素。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他們這樣做看來並不感到痛苦，而且一旦受到質疑時，
多會死力否認。儘管這種勢利眼在外國社會也有，但絕沒有漢人社會那樣鋪天蓋地。這種見人講人話的猴子戲，幾乎每個漢人都是專家，但洋人就不容易有這樣的興致。用學術一點的語言來說，漢人此現象是孔子人倫關係等差論的延伸，是金耀基說的身份取向、特殊取向以及關係取向，是許浪光筆下的處境取向。在這漢人重重面具的障礙下，洋人特別是白人要理解漢人當然異常迷惘，非常困難，因為他們不可能親治過中國的文化污泥，但漢人自己卻也不見得很了解漢人，原因是他們已沉溺於中國大漢的文化污泥。育兒方法摧殘是非觀念，為什麼漢人可以那麼輕鬆地見人講人話，見風轉舵呢？這就得從漢人的道德是非觀去解釋。無可否認，漢人道德是非觀之弱是世所罕見的。今天的中國顯然已到了士竭事小、餓死士大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是有2個。第一是漢人父母甚至是教師對待兒童的惡劣方法。由於漢人父母亦如一般漢人那樣，都是弱於邏輯智辯，而精於羞辱暴力，也篤信只要動機良好就可以不擇手段。子女在成長過程中，往往為了避免羞辱和皮肉之苦，不得不長期講大話、捏造故事，甚至出賣兄弟姐妹。華盛頓永遠承認砍掉櫻桃樹的故事，對傳統漢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試問一個兒童，在這種大話生涯中經營10到15年甚至更長的日子後，長大了有什麼大話是會感到難以啟齒的？魯迅說得好，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也因為別國的淫行不及中國的緣故。我曾查歐洲先前殺耶穌教徒的記錄，其殘虐實不及中國。中國青年久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密不發表，不能受刑致死，就非賣友不可。於是奸濁者無不滅亡，猶疑者愈益墮落。長此以往，將使中國無一好人。無神論、泛神論摧毀道德約束。漢人講大話不面紅的第2個原因是，漢人不是無神論者，就是泛神論者，結果在行為的道德尺度上毫無制約。因此，漢人是徹底的世俗主義者、實用主義者，在政治上就是1級的現實政治信徒。任何理想主義或人道主義都是與漢人文化格格不入的。因此，漢人評價一個人的成就時，不會單看其正面的建樹，也考慮其破壞能力。只要你有極巨大的破壞力，漢人也會欣賞你，甚至因而覺得你隱然有神力、有杀气，而奉你為神。因為任何人類由於其宗教本能，若缺了天上的神，就得早晚在地上造神。漢人大都信奉這種非道德化的倫理觀，所以對強人甚至殺人魔王如史泰林、希特勒、毛澤東或波爾波特等多不反感，甚至奉為偶像。這一點是讓許多外國人感到費解甚至嘔心的。正如中英會談翻譯吳基平在其揭露了不少國家機密的回憶錄《中英會談風雲錄》中，就印證了我的觀察，就是中國領導人對強有力的外國領袖，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都有一種天然的好感。因此戴卓爾夫人深受中國領導人欣賞。但當然，由於这次鐵娘子是為對付中國而來的，作者覺得從後來訪問的發展來看，中方是有點葉公好龍之嫌。其實中國領導人固然喜歡強人，中國平民也是一樣喜歡哪怕是暴虐蒼生的強人的。也由於漢人这種非道德化的倫理觀，許多人對近年冒起剛毅作古的史學家黃仁宇的非道德化歷史觀如獲至寶，因為他們終於為自己毫無道德約束的手段找到理論依據，也視之為擺脫傳統漢人所謂泛道德化的突破性貢獻。漢人之難解費解，讓無數世人誤認漢人喜好和諧、愛護自然、客觀中庸，甚至友善、靈性、幽默、優雅，實在是很滑稽的悲劇。原載於2001年5月
開放雜誌。